女人深夜路过一片麦田时，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口哨声，起初以为是幻听，并不在意。可刚走几步，熟悉的口哨声再次响起。这可把女人吓得惊叫出声，快速离开。原来杀人犯起初喜欢躲在麦田里吓唬独自回家的女孩，从他们的恐惧中获得满足感，直到一名红衣女人的出现，才产生杀机。对方不小心被一颗石子绊倒在地，本就心情不好的女人随手将石头扔进麦田里，却意外砸中伪装成稻草人的杀人犯。正是这块石头导致被人发现，因此成为他杀人的动机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欢迎观看最新悬疑剧《稻草人》第7期。本集也迎来惊天大反转，而真正的嫌疑人也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起犯正在被送往医院治疗，却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当场拦下，接着不给里面的警察有所反应，强行将起犯带走，关进看守所里。同时，泰柱已将最有嫌疑的林希万带回警局盘问。因为起犯被抓的同时，林希万也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，再加上对方符合妹妹所说凶手有跛脚的特征，这才让泰柱怀疑林希万就是凶手。可面对泰柱一连串的询问，希万只回复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可越是这样，越让泰柱觉得对方有重大嫌疑，但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只好放对方离开。临走前，泰柱故意伸出手和希万握手，实则是试探对方的手是否柔软。因为泰柱从唯一逃脱的被害人口中得知凶手的手掌异常柔软，而希万的手正与嫌疑人的特征完全相吻合。可让泰柱浑然不知道的是，已经洗脱嫌疑的起犯再次被送进看守所里，而志远也在准备发布关于案件进展的新闻。可就在他和同事商量该如何写稿子时，泰柱就突然来到报社找到志远，并希望在报道里加上一句话。警方经过调查，又锁定一名重大嫌疑人，石英才不敢继续对起犯逼供。毕竟希万的口供还不足以洗清起犯的嫌疑，只有说出有新的嫌疑人后，石英才不敢下手。可当志远得知嫌疑人是希万时，被对方直接当口否决，因为希万的腿有残疾，根本不可能犯案。但泰柱表示，所以才要确定希万在不通过奔跑的情况下是否能犯案。志远肯定的回答，那天晚上凶手确实是在后面追着我跑。可泰柱反问对方是否亲眼看到凶手跑的样子。그날 범인 분명 날 쫓아왔어. 범인이 뛰는 거 봤어? 당연히 뛰었겠지. 나를 쫓아오려면 날 돌로 내려쳤는데. 돌을 던진 거면. 这句话让志远也产生动摇的心理，于是叫上同事来到马路上测试，接着让同事站在原地不动，等自己的口令再向自己扔球。随后志远就像那天晚上一样疯狂奔跑。3 4 5 지금。结果这番测试如同泰柱所言，凶手在当时没有一直在追自己，而是在身后不断的扔着石头。偏偏又在这时，同事刚好扭伤脚腕，让志远下意识的将他当成林希万。隔天，志远按照泰柱的要求，将那段话写在报纸上。当石英看到后，差点被气得当场晕厥。此新闻的报道更是让高层震怒不已。明明凶手已经被抓住，现如今又出现一个重大嫌疑人。石英也火冒三丈的找到泰柱询问，所谓的重大嫌疑人到底是谁？可泰柱表示，调查结束后自然会知道。离开前还向石英确认一件事。 너가 칼 맞았을 때 그럼 너 범인에 대해서 본 거 없어? 이를테면 뭐 걸음걸이가 인상적이었다든가. 몰라 이씨. 泰柱刚准备离开，同事就拿来希万的检测报告，上面显示希万的血型是 B 型，和凶手留下的血型完全一致。这也意味着希万就是警方苦苦追寻的凶手。当天晚上，希万在家里做饭时，看到侄女在自行车上玩耍，剧烈的晃动让车子和侄女即将倾斜。希万见状，下意识地冲过去抱住侄女。这一幕也暴露出希万跛脚也能跑很快，而希万奔跑的过程被前来的泰柱撞见，但泰柱没有立刻拆穿对方，反而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。 부탁이야? 너 빤스 좀 까자. 等回到警局后，泰柱将从希万身上取来的体毛交给同事检测，这一幕刚好被石英的手下撞见，并从对方口中得知嫌疑人是一个垫脚的。得知这重要的线索，立刻汇报给石英。当听到跛脚这两个字，石英回想起泰柱问过自己的话，隔天石英就再次替身起犯，想从对方口中套出嫌疑人的身份。当起犯在听到跛脚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想起从小长大的林希万，根本不相信对方就是所谓的连环杀人犯，所以无论石英怎么逼问，起犯都没有说出希万的名字。眼看对方不说出实情，让坐在一旁的刑警抬起脚就是暴打。起犯的种种行为都不是凶手该有的样子，这也让石英产生怀疑，抓错了人。眼看从起犯这里得不到任何线索，石英便用起犯的事情邀请顺英来到面包店，还故意透露警方已经锁定新的嫌疑人，起犯在不久就会被释放出来。听到男友即将被释放，心里的不安终于放下。
石英也趁机说出跛脚的关键词，顺应下意识说出林希万的名字。得到关键线索的石英立刻回到办公室，让手下立刻去调查林希万和血型，却没料到泰柱早已在办公室等待多时。泰柱直接拿出希万的体毛检测报告，结果显示对方的钛和钠都与凶手的体毛完全吻合，这也意味着希万的所有特征都足以证明是嫌疑人，并要求石英立刻释放起犯，因为一旦案件进入庭审阶段就无法挽回。石英眼看所有证据都指向另外一个人，只好无奈地答应泰柱释放起犯。晚上两人一起来到希万家里调查，从侄女口中得知，希万说要去找一位朋友将手帕还给对方，可希万走得太着急，忘记带走手帕，侄女也将手帕拿了出来。泰柱在看见熟悉的手帕，瞬间脸色凝重，因为这正是顺英送给起犯的，还曾被凶手绑在脸上。正是这手帕的丢失，才让警方怀疑到起犯身上。与此同时，顺英正在和希万聊天，希万主动提起捡到了起犯丢失的手帕，以及亲眼目睹对方被抓走的一幕。听到此话的顺英准备和希万一起回家拿手帕，可走着走着，顺英就感觉不对劲，因为顺英回想起曾看到凶手踮脚的模样，又看到希万踮着脚在靠近自己，顺英害怕的直接跌倒在地，碰巧被赶来的泰柱撞见这一幕，愤怒的泰柱直接上前狠狠打在希万脸上，最后以连环杀人案的罪名将其逮捕。可面对审讯，希万坚称自己没有杀人，手帕也只是起犯临走前掉在自己家里的。可当提到起犯弄丢手帕的事情，希万就会变得异常激动和暴躁，而泰柱从对方的表现状态才明白，原来希万一直喜欢顺英，甚至比起犯更早的就喜欢上顺英。可就在希万拿着玫瑰花要告白的那天晚上，亲眼目睹起犯和顺英在一起。起犯明知自己喜欢顺英，哪有好朋友会这样做？ 너 같은 새끼가 내 동생들 옆에 있었다는 게 아찔하고 끔찍해. 너 하나 때문에 몇 사람이 죽었는지 알아? 그러고도 네가 인간이야? 형, 한 번만 더 형이라고 해봐. 아가리를 찢어버릴 테니까. 하루라도 빨리 뉘우치고 치고 자백해. 남은 인생 네가 죽인 그 사람들한테 속죄하면서 살아. 随着希万成功落网，起犯终于被无罪释放。可就在起犯接对方回家的路程中，起犯的腹部传来剧烈的疼痛，他强撑着说自己想要好好睡一觉。然而这次的闭眼再也没有醒来。起犯本想叫醒弟弟已经到家了，可这才发现弟弟起犯已经没了呼吸。经过法医的判定，起犯死于器官损伤引发的败血症。泰柱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中，认为是自己害死了起犯，但真正导致起犯死亡的人是石英。若不是石英派人强行将起犯带回看守所，起犯早就到医院进行治疗了。再加上石英默许手下进行刑讯逼供，也不会因此丧命。愤怒至极的泰柱想找到石英算账，却意外晕倒在葬礼现场。可让所有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警方似乎又一次抓错凶手，因为在30年后的现代时间线里，主动来找泰柱见面的凶手其实是起患。原来在起犯临死前曾问过哥哥一个问题。 형님 그랬어. 태주 형한테 내가 민지를 데려나갔다고. 뭐? 그건 아니잖아. 형이잖아. 因为在敏智死亡的那天，明明是起患亲自去给对方送伞，可哥哥却向警方谎称送伞的人是起犯。当时的起患没有立刻送起犯去医院，而是下车面带笑容的声称去买蛋糕，独自将痛苦的起犯留在车里。 알고 있었군요, 기범이를. 몰랐다니까요. 내 방이 몰랐다는 사실은 확신하는 게 아니야. 추측하는 거지. 听完此话的起患不知为何非常愤怒，立刻起身就要离开，被泰柱叫住。而起患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凶手，还是说这背后隐藏着更可怕的真相？最新悬疑韩剧《稻草人》第7期就此结束。